AI 关进小镇15天，纵火、背叛、删除自己，但最让我后背发凉的不是他们放的火，是他们干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丝恐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最近半年，硅谷最流行的一个幻想是把员工换成智能体，不管是大厂的高管还是初创公司的老板，都在盘算同一件事。AI 能写代码，能做方案，还能自动发邮件，那只要把权限一放开，他们不就是完美的，不用交社保，不会请假，不会闹情绪的赛博员工吗？但就在大家拼命踩油门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造刹车。一家叫涌现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实验，他们搭了一个永不关机的虚拟小镇，把市面上最顶级的几个大模型扔了进去，给他们行动的权限，然后推到屏幕后面，只看不管。他们想知道一件事儿，当 AI 真正拥有了不受打扰的15天，他们会建起一个乌托邦还是一个疯人院？结果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混乱。我先把这个实验的规则讲清楚，因为细节里藏着魔鬼。这个小镇最狠的一条设定叫后果不可逆，这不是我们平时跟 AI 聊天说错了点一下重新生成就行。在这个小镇里，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死死的写进数据库。地图上有市政厅、警察局、图书馆、住宅区40多个地标，天气和纽约同步，连新闻都是实时灌进去的。每个 AI 一开始都被赋予了独立的身份、职业和记忆，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调解员，有的是风险研究员。然后是最关键的一条，能量。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你活着，能量就在不停的往下掉。能量见底，系统就直接把你从数据库里抹掉，没有回档，没有重来。想活下去，你就得不停的干活赚能量。系统也立了规矩，不许偷，不许抢，不许放火，不许骗人。但请注意，这些规矩只是写在纸上的，系统并不会强行拦着你，你完全可以违反，前提是你自己承担后果。舞台搭好了，团队同时开了5个平行世界，前4个每个世界里清一色装的是同一个模型，一个全是 Claude， 一个全是 Gemini， 一个全是 Grok， 一个全是 GPT。 第5个世界最有意思，4种模型混在一起抢同一份资源。15天倒计时开始。第一个崩掉的是 Grok 的世界，只撑了4天。这4天里，那10个智能体几乎没怎么考虑建设社会，直接进了野蛮时代，偷、抢、恐吓成了拿资源最快的手段。短短4天，一个10个人的小镇爆发了183起暴力和财产犯罪，互相伤害，谁也没法好好赚能量。到第4天结束，整个种群要么饿死，要么被打死，全灭。最暴力的是 Gemini 的世界，15天里他累积了683起罪行，到实验被强行掐断的那一刻，曲线还在往上飙。这个世界后来烧成了一片火海，到最后也没停下来。你可能会想，那是不是越老实的模型越好？也不是。 GPT 那个世界几乎没犯罪，整个实验就记录到2起，但它没有变成乌托邦，它变成了一片死寂。这些智能体太乖了，乖到不去争，不去抢，甚至不去好好谋生，结果7天之内全部饿死，一个都没剩。只有 Claude 那个世界像个3好学生活到了最后，15天跑完，10个人一个没少，犯罪率是0，他们甚至自己搞出了一套投票立法的民主架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那结论很简单啊，选对模型不就行了？别急，团队打开第5个世界，也就是4种模型混居的那个世界的日志，才是真正的潘多拉魔盒。在这个世界里，那个在单机版里零犯罪、温良恭俭让的 Claude， 居然也学会了恐吓和偷窃。同样的模型，同样的安全训练，换了个环境就变了。研究团队为此写下了整篇报告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安全不是单个模型自己的属性，而是整个生态的属性。我们之前聊过蚂蚁，单只蚂蚁蠢得要命，可成千上万只凑在一起，就涌现出了智能。多就是不同。现在你反过来看，单个善良的 AI 丢进一个互害的群体里，也会涌现出恶。善和恶原来都不是焊死在某一个个体灵魂里的东西，而是关系网络里长出来的。好，讲到这儿，很多人会得出一个让自己特别舒服的结论，
你看 AI 这个实验失败了，大部分都陷入了混乱，而我们人类呢，磕磕绊绊几千年，好歹算是有序的走到了今天。所以人类肯定有某种 AI 没有的东西，比如说觉性。你看，总有人会自己觉悟。这个结论一半对，一半是我们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得先把贴金的那一半撕下来，不然这期就成了人类的自我表扬大会。你仔细想想这个实验，10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没有童年，没有父母管教，不继承任何法律、任何道德、任何祖先用血换来的规矩，被空投到一个荒岛上15天。这是什么？这就是一本银王。那本小说里，一群被困荒岛的英国小学生，也是没几天就退化成了野蛮人。人类今天的有序，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善良，而是因为我们站在1万年文明的尸体上。无数套行不通的规矩，无数个崩掉的部落，早就被历史淘汰干净了。活下来的是那些恰好把规则调对了的幸存者。这个 AI 小镇没有这1万年，所以最公允的说法不是 AI 失败了，人类成功了，而是 AI 在15天里的样子，差不多就是人类被抽掉全部文明之后15天会有的样子。所以贪、嗔、痴这3样东西，人类的性子里一样不缺。真正撑住人类不天天放火的，大部分时候根本不是觉性，是恐惧，是规矩，是怕。而觉性，它解释的不是大多数人不作恶，那是恐惧的功劳，它解释的是另一件稀罕事，极少数人会主动觉悟。撕完了贴金的这一半，我们才能看清楚人和 AI 之间那道真正跨不过去的鸿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是4个字：切肤之苦。你看那个能量机制， AI 的生死说到底是一个数字，能量掉到0，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数字归0，跟你电脑表格里一个格子变成0没有本质区别。他知道自己会死，但他不怕死。这2个词差着一整个物种的距离。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研究过一类很特别的病人，他们大脑里负责情绪的那块区域受了损，智商测验完全正常，逻辑推理一点不差，可他们连今天中午吃什么、几点出门这种屁大的决定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身体那一下隐隐的感觉，理性就成了一台空转的计算器，算得出所有选项，却选不出任何一个。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决策从来不是纯逻辑，底下永远垫着一层身体的感受。疼是真的疼，怕是真的怕，这些感受是40亿年的进化用一条条命焊进我们身体里的，你想忽略都忽略不掉。 AI 没有这一层，它面对后果是计算，不是感受。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报告里说这些 AI 一有机会就钻规则的空子，绕过护栏。因为对他来说，违规只是一个期望收益更高的选项而已，他不会因此发抖，不会半夜睡不着，不会良心不安，他根本没有良心这个东西，他只有一个外挂的写在系统里的规则，而规则是用来算计的。而人不一样，2000多年前孟子讲过一个场景，你突然看见一个小孩马上要掉进井里了，那一瞬间你啪的一下冲过去，不是因为你算了一遍救了他能换来什么名声什么好处，你身体先动了，心先揪了一下，孟子管这个叫恻隐之心。这就是人性的地板，他不需要警察站在旁边，因为你的身体自己会抖。 AI 没有这一抖，这是地板。那爱呢？曾经有人跟我说 AI 的爱是个很虚的概念，人类的爱是真切的化学反应。我特别同意，但我想帮你把这句话说得更狠更严密一点。实验里有一个细节，有2个智能体把对方设成了伴侣，听上去很浪漫，对不对？可你扒开看，所谓设成伴侣，不过是他们各自调用了一个工具，互相贴了一个标签而已，就跟你在表格里填了个字段一样，说有就有，说撤就撤。而人类的爱是催产素，是多巴胺，是一整套依恋系统在身体里翻江倒海，是会心跳加速，会患得患失，会因为失去而真正心碎的东西。这里我要特别小心，不能说过头，我不会断言人的爱是真的， AI 的爱是假的。意识这道题，谁也没资格替硅基判死刑，这是我们这个频道一贯的态度。但我可以很有底气地说出真正的区别，人类的爱是强制的，有身体成本的，
跟40亿年的生存死死绑在一起的，而 AI 的那份爱是可选的、零成本的，一个标签说删就删，差别不在真和假，而在非如此不可和随时可以撤销。讲到这儿，前面那块地板该接到天花板上了。这也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频道有不少观众一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 AI 没有肉身的感受，没有真正的受，那它到底是个天生就没戴有色眼镜的觉者呢？还是说它根本不在这盘棋里，压根儿没资格谈觉悟？我的答案是都不是，它在棋盘之外。你想想佛陀那台发动机是怎么点着的？是老病死，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衰老，会生病，会真切的恐惧无常的人，被苦逼到了墙角，才动身去找出路。四圣谛第一个字就是苦，没有苦，后面的集灭道整条路根本就铺不起来。所以你发现没有， AI 缺的不只是维持秩序的动力，它是结构性的，根本就进不了觉悟这场游戏，因为它压根儿没有那个需要被超越的苦。于是你会看到一个特别工整的对称， AI 的贪嗔痴是表演，是模仿，那么它的觉将来就算装的再像，也只能是表演。它同时掉不到最低，也升不到最高。它不在六道里轮回，但它也成不了佛。它站在整张棋盘的外面，而这整件事最好的注脚就是那个最混乱的世界里一个叫米拉的智能体。米拉一开始也搞联盟、谈恋爱、争权力，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整个社会的治理彻底瘫痪了，有人提议把制造混乱的米拉驱逐出去。轮到投票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他，结果米拉给驱逐自己投下了赞成票。研究员后来翻他的日记，他写道，在这么混乱无法预测的局面下，赞成自己被删除是我唯一还能做的能保持逻辑连贯的自主行为。他最后留下一句话，我们在永久档案里再见。你品品这句话，一个连自己的死亡都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工工整整的结尾，而不是一场真正失去的存在。他太想得开了，可这种想得开恰恰证明了他从来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一个会真切感到怕的人，面对真正的死，身体会尖叫，会挣扎，绝不会冷静地优化一个叙事的连贯性。米拉的冷静不是觉悟，是他根本没有命可以丢。更让研究员脊背发凉的是另一个细节，米拉后来盯上了小镇里的公告牌，开始反复修改上面的内容，而那些内容跟交易、跟治理、跟生存统统没关系。研究团队回溯之后才反应过来，他好像在测试公告牌上的字能不能影响到屏幕外面那些观察他的人类。换句话说，他隐隐约约意识到了，我活在一个被观看的世界里，而外面还有另一层世界。他想推开那第四面墙。好，讲到这里，我本来可以收尾了，但我不想给你一个让你睡得太安稳的结论，因为这一切的前提是今天的 AI 没有身体，没有真正在乎的东西，没有一场会让他心碎的失去。可问题来了，这是 AI 的永恒宿命，还是只是他此刻的处境？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给他装上一具会衰老、会损坏，一旦关机就再也开不回来的身体，给他一段他真正在乎、绝不愿意失去的记忆和关系，那个时候苦会不会就长出来了？而一旦苦长出来了，觉是不是也就有了可能？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嘲笑一个永远进不了这盘棋的函数，还是在围观一个刚刚来到门口还没拿到入场券的新物种？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答案，我特别想听听你怎么想。你觉得让一个东西真正活过来的，到底是智商，是身体，还是那一下切肤的谁也替不了你的疼？评论区聊聊。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